算命先生路过一户人家，无意间看见房梁上挂着半截麻绳，他顿时大惊失色，当即算出这家人要有血光之灾，于是赶忙敲响对方大门。开门的是一位妇人，他本想将算命先生赶走，怎料算命先生却说：“我是算卦的，你们家门口有股黑气呀。”妇人听后顿时来了兴趣：“你会算卦啊？会捉鬼吗？”算命师听后更加确定了自己的判断：“那得看冲撞了什么鬼。”妇人想邀请他到屋里细说，可他却坚持要在门口聊，随后便坐在了门口的凉亭。妇人从屋里给他端了碗茶，算命师谢过之后便问起了他：“你们家门首怎么和那家门首如此相似啊？”妇人坦言都是同一伙木匠给修的，也整不出什么新花样。正因如此，常常会有人走错门，所以你们家才在檐梁上做了个记号。记号就是那没用的绳头啊！妇人听后顿时慌张了起来。是记号啊！算命师明显听出他在撒谎，为了让妇人信任他，算命师当即说出他家中此时应该有个病人，并且还十分的严重。妇人听后觉得真神了，原来她的丈夫已经病了大半月了，整日里不吃不喝，还胡言乱语，也不知道是怎么了。算命师紧接着继续问道：“最近几日家里是否遇到什么怪事？”“没有啊。”“你能瞒住别人，可瞒不住我李半仙。你们家右檐梁上不久前曾吊死过一个女人，对吧？”妇人听后却死不承认，算命师只好假装要走。“既然你不想救你官人，那我只好走了。”“大仙！”为了救自己的丈夫，妇人这才将一切如实告知。原来初七那晚，她的丈夫铁匠正准备出去打铁，怎料刚出门就看见一个女人吊死在他家门口，并且还死不瞑目。此时双击留下逢凶化吉，都能够赶走霉运的好运连连。冷静下来，铁匠开始思考，这要是天亮以后被人看见，岂不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？随后他做出一个极其错误的决定，趁着天黑无人看见，铁匠赶紧割断麻绳，将尸体背到大街上，随便扔在了一个角落。但没想到，铁匠虽然人长得5大3粗，可实际上胆子比芝麻还小。经此一事，竟然变得疯疯癫癫。妇人恳求算命师能帮忙医治丈夫，怎料当两人来到床前，铁匠看见两人后，竟直接被活活的吓死。原来他竟把二人看成了厉鬼。李半仙叹了叹气，如此一来，线索又断了。原来他不是什么算命师，而是不久前来到此地的巡抚大人。几日前，衙门收到一具无名女尸，为了查清害死女尸的凶手，他这才假扮算命师走访。可没成想，铁匠并不是凶手。那么女人为何要吊死在铁匠家门前呢？晚上，李巡抚突然想起一件事：铁匠家门口和邻居家一模一样。白天妇人也曾说过，两家门首都是同一伙木匠做的。想到这里，他顿时恍然大悟。那么你们猜到凶手是谁了吗？